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苦瓜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今天搭配鸡蛋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。首先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苦瓜，头尾各切掉一小部分，因为头尾的肉质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的话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改下刀，首先把苦瓜对半切开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苦瓜没有一点苦味，而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的苦瓜特别的苦，难以下咽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，我们要准备把小勺子像视频中这样把里面的瓜瓤给处理干净，尤其是里面有一层白色的膜，我们一定要刮下来，因为这就是苦瓜苦味的重要来源。很多朋友都是省略了这一个步骤，难怪炒出来的苦瓜难以下咽。接着我们再把苦瓜切成薄片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1个硬币的厚度。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大碗中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，我们往苦瓜里面加入2大勺的白糖，因为白糖可以中和苦瓜的苦味，下手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食盐，不然腌出来的苦瓜软塌塌的，一点口感都没有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喜欢吃鸡蛋的可以多打2个，加入少许的食盐和少许的白醋。加入食盐是提前给鸡蛋入下底味，白醋可以去除鸡蛋里面的蛋腥味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大蒜可以增加苦瓜的蒜香味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欢吃辣椒的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这个时候的苦瓜也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。苦瓜经过腌制以后杀出了很多的水分，这些都是苦瓜苦味的重要来源。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表面的白糖清洗一下，下手抓拌均匀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我们炒出来的苦瓜就不会有甜味，然后再用力拧干水分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好放在盘中备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过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少许的白糖，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接着把鸡蛋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鸡蛋煎制一下，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推动鸡蛋，使鸡蛋液快速的定型。定型之后炒成小块，这样方便入味。鸡蛋也不需要炒太老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完全定型就可以了。如果炒太老的话，那样吃起来口感没有那么鲜嫩。另起锅
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把准备好的姜蒜小米椒倒在锅中，开小火把辅料炒出香味。在我们湖南炒苦瓜都喜欢加一些豆豉，因为豆豉可以使苦瓜吃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小火煸炒，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苦瓜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要开大火翻炒均匀，因为苦瓜在清洗之后有很多的水分，我们要不停地翻炒，把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很多朋友总是在纠结炒苦瓜到底是焯水还是直接下锅。其实焯过水之后的苦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就像视频中这样腌制一下就直接炒，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这个时候的苦瓜已经完全的炒制入味了。鸡蛋我们也不需要添加太早，不然的话鸡蛋吃起来就不那么的鲜嫩。这个时候把鸡蛋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使鸡蛋和苦瓜充分的融合一起。金黄色的鸡蛋搭配上翠绿的苦瓜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把炒好的苦瓜鸡蛋盛在准备好的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苦瓜炒鸡蛋就这样炒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苦瓜又称之为凉瓜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叶绿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最主要的是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这样炒出来的苦瓜翠绿不发黄，鸡蛋鲜香入味，不管是作为家常菜还是用来招待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。稍微总结一下，苦瓜千万不要直接下锅，我们要提前加入白糖腌制一下，也千万不要焯水。只要记住这2点，你也可以炒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味道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